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手挽救美国长期债务市场，为何惨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真的打起来了吗？全人类靠借债生活的日子还能撑多久？这期节目我带大家深入剖析过去一周刚刚发生的、正在剧烈撼动全球金融市场的一连串新闻事件。这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事件，似乎在强烈预示人类正站在一个极具历史标定意义的十字路口，旧平衡正在被打破，历史的转折点可能就在眼前。2026年8月18日，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再普通不过的周二，两个重磅数字同一天出现。第一个数字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总债务历史性的正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就在9年前，也就是2017年年底，美债才刚刚破20万亿，不到10年时间就直接翻倍了。从39万亿到40万亿，最后这1万亿只用了短短5个月。专家们警告说，未来这样的万亿美元里程碑会来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快。而第二个数字是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8月18日这一天一度飙升到 5.3%， 是202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你可以把国债收益率这个概念简单理解为美国政府发行的这种30年到期的国债，在未来30年每年要给债主付的利息的利率。如果有很多人想买这种美国国债，那么这种国债的收益率就会比较低，就是美国借债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如果想买这种长期国债的人比较少，美国就必须用更高的收益率来吸引更多的买家，也就是美国借钱的成本就变得比较高了。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美国在最需要借债生存的时刻，因为找不到足够给自己借钱的金主，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借款利息，让美国越来越借不起钱。美国财政预算委员会主席对此直接喊话说，这条财政轨迹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了。面对这种极端的市场压力，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却做出了几乎截然相反的回应。一方面，新上任不久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展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反复强调要观察市场本身给出的信号。但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决定立刻采取激进的干预措施。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19日，贝森特就突然宣布，美国财政部将加强对美国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美国国债根据借贷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3大类。短期国债的借债期限通常在1年以内，因为期限短，几乎没有违约风险，所以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之一。因此，这类国债的利率通常比较低。第二类中期国债的借贷期限在2到10年，这类国债通常是全球房贷利率、企业贷款利率的重要参考基准，被称为利率之王。那么第三类是20年和30年期的长期国债。这类国债的利率和市场对美国未来几十年的通胀、财政赤字、经济风险的综合预期相关。如果市场对未来感到很恐慌、没把握，那么这类长期国债的利率就会快速升高。如果美国财政部认为美国长期国债的利率太高了，财政部会进行一种金融操作，就是用短期国债借钱来买长期国债。这样既可以降低美国要支付的国债的整体利息，也可以把长期国债的利率往下拉一拉。但是为了防止政府对国债市场过度干预，影响其他买家对美国国债市场的信心，美国财政部通常会为此设定一个每次进行这种操作的最高金额上限。8月19日，贝森特宣布的就是计划把这个每次操作的上限金额从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虽然4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对于美国国债这个大盘来说是个非常小的数字，但是这个宣布却向市场释放了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那就是美国政府不会放任美国长期国债的利率这么无休止的上涨，美国政府会随时亲自下场，主动干预，以此把美国长期借钱成本往下压。市场对这个消息的最初反应还是积极的，长期国债收益率立刻开始回落，
但是这个效果持续的时间却非常短暂。一天后，到了8月21日周五，美国中期和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居然开始重新上涨。这是市场在直接打脸美国财政部的威严，用行动告诉世界：过去我认你是老大，现在我把你当路人甲。如果美国财政部这次没有干预，那很多事情还有猜测的空间，但是干预了，市场却根本不买账，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为什么连掌握全球最大钱袋子的美国财政部亲自下场，也只能换来市场几个小时的短暂平静呢？这次干预的失败就像一面放大镜，把两个影响极其深远的冲突彻底摆在了全世界的台面上。这两个冲突的未来将直接决定美国乃至人类未来社会的运行方式。下面我们深入剖析这两个冲突的背景和未来。为了便于所有观众，不论您是否有金融背景，都能听懂这场博弈的本质，我们需要先花2分钟把几个核心概念解释清楚，比如国债、债券价格、收益率，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简单来说，美国国债就是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发的借条。美国政府因为税收不够花，需要向全球借钱，并承诺在未来某一天还本金，同时每年支付一笔固定的利息。美国国债通常是定期发行的，每次都是在全球范围拍卖，因此国债的最终价格是由每次拍卖的结果确定的。比如美国财政部宣布，下个星期三，如果我们要拍卖一张100美元的1年期国债，如果很多人都想买这张国债，那么大家都会争着把国债每年利率往下压。这个人说，我给你100美元，明年你付我5%的利息就行了。那么下一个就会喊，我只要4%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买美国国债的人越多，买家的意愿越强烈，这个国债的利率在拍卖的过程中就会被压得很低。比如最终拍卖的结果是每年利率是3%，那么拍卖成功的那个金主就会现在借给美国政府100美元，1年以后他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100美元的本金，还有3美元的利息，也就是这张国债1年到期的总价值就是103美元。但是如果买到这张国债的人在1年期尚未到期就急着需要用钱，他可以选择把这张国债拿到市场上去卖。如果市场上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人想买这张美国国债，那么就会有很多人来争着买这张到期总价值是103美元的国债。如果想买这张国债的人很多，那么卖家就会选出价最高的人，比如出价最高的人出的是102美元，最后这张国债就以102美元的价格卖出，那么这张债券在那个时刻的收益就是103减去102，也就是1美元。反之，如果想买国债的人很少，只有一个人最后以101美元的债券价格购买了这张国债，那么国债的收益就会是103减去101，也就是2美元。这就是金融领域常说的，债券的价格越高，相应的收益率就越低，反之，收益率越高就意味着债券的价格越低。而这种因为市场供需关系形成的债券价格和相应的收益率，会直接影响下次美国国债拍卖时美国国债最终能够成交的利率。债券价格越低，相应的收益率就越高，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下次拍卖时要给买家付更高的利率。所以如果大家下次在媒体或电视上看到说某国国债收益率升高，说明这个国家借钱的成本变贵了。有观众可能会说了，我也不准备买美国国债，所以这些债券价格收益率升降跟我没什么直接关系。这话虽然没错，但是如果您想买房子买车就需要贷款，那贷款的利率可不是你的贷款银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决定那个利率的一个根本的基准就是美国国债的利率。因为美国政府掌握着印刷美元的特权，而且还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富有的国家有征税的权利。放眼全球，无论哪个企业或国家都不可能有这2大优势，所以美国国债一直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里最安全的投资品种。
因此，美国国债的利率也就成为所有其他投资的基准。因为按照以往常规的逻辑，任何其他的国家或企业想从你这儿借钱，而他们愿意给你出的利率和美国国债的利率差不多，那你就会想，给我这个利率，我干嘛把钱借给你呢，而不去买美国国债呢？你破产的概率肯定比美国政府大太多了。一样的利率，我为什么不选择更安全保险的美国国债呢？而且美国国债盘子大，交易的人多，我啥时候想卖都能立刻卖掉。在金融领域，这就叫流动性绝佳。因此，当美国10年期或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时，美国的房贷、车贷和企业贷款的利率都会水涨船高。比如，近期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不断上涨，美国的房屋抵押贷款利率也在不断上涨。根据最新的预测，美国今年年底的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可能要高达6.8%。那也有观众朋友可能会说，我已经有房子有车子了，我没有买房子买车子的计划，那我和这个利率上涨应该没什么关系了吧？错了，如果你有房子，房子的市场价值直接决定你的个人资产的总量。最新数据显示，最新不断上涨的房贷利率让很多美国人按照现有的房屋价格根本买不起房子了。因此，目前美国市场上寻求购房的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导致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严重的冻结状态。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美国的房价就可能不得不下跌。另外，利率上涨也会使企业贷款的成本增加。这样一来，一些原本想扩张的企业也会因为借钱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扩张的想法。这会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造成负面影响。而美国的消费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如果美国经济糟了，世界很多国家从出口到旅游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最后，我还需要理清一个概念。面对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很多人危言耸听地说，美国从此要进入破产轨道了。这完全是哗众取宠的说法。收益率上升并不等于大家认定美国政府明天就会破产违约。我们前面说了，美国政府有印钞的权利，也有收税的权利。理论上，美国不会没有美元来还国债的本金和利息。关键是面对如此巨额的国债以及不断提高的国债融资成本，最终美国政府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应对？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美国政府此时和未来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和抉择，那将最终决定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未来的走向。理清了这些关键的概念后，下面我们就来深入分析这次贝森特干预长期国债市场失败后，世界看到的第一个核心冲突，也就是为什么财政部长贝森特的干预无力扭转美国长期融资成本的上升。首先，我必须承认，这次贝森特宣布的由财政部回购旧长期国债的干预措施，其实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财政部宣布会出更多的钱买回一部分长期旧国债，短期内确实会减少市场上的长期国债供应量，也会向市场发出一个别怕有政府兜底的心理信号。但是贝森特宣布的规模对国债这么大的盘子来说真的是太小了。现在每次回购的上限变成了40亿美元，一个季度最多也就是300多亿美元。这在总规模高达31.5万亿美元的美国公共国债市场面前，简直连9牛1毛都算不上。因此，贝森特利用这个消息向市场传递的信号，只让市场在几小时内松了一口气。但是，当市场再次直面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上涨的背后因素时，市场就又开始紧张了。因为贝森特推出的这些短期措施，对这些背后的因素没有任何作用。真正把收益率死死推到历史高位的是财政部根本无法撼动的5股宏大的结构性压力。第一股压力来自美国当前顽固的通胀，以及美国未来利率走向的不确定性。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几乎唯一的底牌就是
扰乱国际能源市场，从而推高美国的能源价格。在众多媒体的煽风点火中，伊朗基本实现了造成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目标，也让美国的通胀呈现出极强的粘性。只要未来的通胀发展方向不明朗，愿意买长期国债的买家就会少。谁会愿意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把自己的真金白银锁进一个长达30年的国债里呢？那么第二股压力来自美国政府持续疯狂借钱的规模。现在美国政府每年大约要产生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相当于整个 GDP 的6%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4月份的测算，美国2025年广义政府赤字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6.8%， 而且在中期内仍将处于 7%到 8% 的危险区间，根本看不到实质性的减债计划。不管采用哪种数字的口径，结论都是一致且惊人的。未来市场上，美国还有如海啸一般的大量新的国债要卖。既然知道了后面还有那么多国债要砸向市场，现在的买家自然不会现在就高价买当前的国债债券了。那么第三股压力非常具有当前的时代特征，那就是席卷全球的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投资，正在和美国国债抢同一批资金。像亚马逊、谷歌等大型科技企业，为了建设庞大的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正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海量融资。就在这个月，芯片巨头博通公司被曝正在筹划一个高达10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计划，专门用来资助 AI 企业的算力扩张。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资本竞争，就是企业债和国债就在同一个池子里争抢全球资金。因为这些科技巨头坚信 AI 能给他们带来未来丰厚的回报，所以多高的借贷利息他们都不在乎，7%甚至更高他们也愿意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买这些稳定的科技巨头的债券能赚大钱，投资者为什么还要去买利息比较低的美国国债呢？那么第四股压力来自全球买家的重新选择，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多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债最大的海外买家，但现在情况变了，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到了过去30年的最高水平。再加上日元汇率下跌、国内通胀上升等一系列因素，造成日本从企业到政府都需要抛售美国国债来买回日元。因此，美国已经不能再默认会有源源不断的海外买家来接盘美国的国债。那么第五股压力是买家结构本身正在发生脆弱性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在过去15年里，美联储和外国投资者这2个最稳定的大买家合计吸收了大约11万亿美元的新增美国债务。但近几年美联储的政策是缩减资产负债表，好在美国国内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非银行私人机构变成了接盘的主力，自2022年以来吸收了近5万亿美元的美债。但是无论如何，最稳定、最不在乎短期价格波动的美国国家队买家正在退场，而新进来的接盘者都是对收益率、对通胀、对风险极其敏感的私人资本，只要风吹草动，他们跑得比谁都快。所以总的来说，贝森特宣布的这个政策，充其量只能处理一时的市场情绪，它绝对处理不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5大压力。但是贝森特这个救市政策的失败，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推动长期国债成本上涨的因素是真实而且顽固的。市场对他们的担忧不是政府释放一些廉价信号就能解决的。这次财政部干预失败暴露的第2个核心冲突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如何应对美国债务问题上是不是打起来的问题。当市场的压力无法向外释放时，它必然会向内挤压，这一压就压出了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背道而驰的表现。财政部想要压价，美联储想要听价，
市场看到这个情况，立马傻眼了。以后到底谁来决定美国债务多贵算太贵呢？深入分析前，我们把财政部和美联储这两个角色的处境说明一下。财政部是美国最大的借钱人，他每天面对的是美国政府收到的堆积如山的各种账单，其中包括越来越大的利息账单。另外，作为川普政府的一部分，他还要担心房贷利率逼近7%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以及马上要到来的中期选举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财政部知道未来他还必须不断的发新债，所以他有极其强烈的动机，想尽一切办法把借钱的成本降下来。而美联储作为美国中央银行，它最关心的是美国的通胀问题和美元的货币信誉问题。它不需要讨好选民，但它需要知道，在真实的供需关系下，市场认可的长期资金到底该值多少钱。在过去10几年的通胀很低的时候，极低的利率让财政部和美联储相处融洽，但是现在通胀和利率双双升温，那两边的目标就开始分裂了，甚至开始互相顶住了。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思路是减少那种给市场喂定心丸的前瞻指导，他要观察市场本身给出的信号，并坚持缩减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不愿意再大量买国债来帮财政部压低美国的利率。他此前公开表示，长期收益率的上升其实是金融条件收紧的一部分，这有助于央行抑制通胀。而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前所有的关注点就是如何想办法把美国国债收益率给硬压下来，因为国债收益率每次上升对他来说都意味着他要付更加庞大的利息。贝森特当然知道他给市场发的政策信号没法解决背后那些根本因素，但对他来说，让利率哪怕保持低一天，那在少付的利息上都是一天的成功。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触及了现代经济学的灵魂。当今人类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去接受市场对人类庞大债务的真实定价？有一点要明确，虽然我们看到在国债利率问题上，财政部和美联储在政策上不同步，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已经彻底决裂的结论。而且这种互相牵制的状态，正是当下这个历史转折点的典型标志。美国政府未来的金融策略大概率是在这两种理念的博弈过程中自然磨合出来的。类似的困境，美国早在1951年就出现过。当时因为应付战争开支，财政部希望维持低成本融资，因此要求美联储把长期利率定死在 2.5%， 而当时美国的通胀最高甚至飙升到了 21%， 因此美联储迫切希望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双方因此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双方磨合的结果是达成了一份著名的财政部美联储协议。正是这个协议确立了现代美联储作为独立央行的身份，确立了后来几十年美国金融系统的运行方式。危机激发冲突，冲突引发社会改变，在人类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历史都是这样展开未来的。聊到这里，有人可能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如此可怕的债务问题，美国还有机会走出来吗？对此很多人都在思考。最近记者就美国40万亿美元的债务问题分别向川普和贝森特提问，他们都说美国需要靠快速经济增长来解决这个巨额债务问题。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说的完全是不现实的外交辞令，美国增长根本不足以快到可以抵消这个巨额债务的程度。华尔街著名的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周期和主权债务历史。在过去一周，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国家如何走向破产：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机制》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借用他自己的新书《国家如何走向破产：大周期》中的框架，深入讨论了近期
日本资金异动、美国长期收益率飙升、财政部被迫回购这3个现象同时出现，是否符合他新书中的大债务周期终局的早期信号？有一点要说明，我引用达利欧的分析是把它当做一个学说来和大家分享，激发大家的思考，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和预测。达利欧这篇文章的一个核心结论是，美国当下的情况完全符合他大债务周期终局框架的描述，美国国债危机将在未来1到6年爆发。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达利欧给美国提出了一套逃生方案，我们简称为3%三部曲。他指出，如果美国要想避免最终的危机，必须把财政赤字降至 GDP 的3%左右。具体怎么做呢？必须同时走3步棋。第一，大规模削减政府支出；第二，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在基本面真正改善之后，让利率自然下降。达利欧警告说，这3条路必须一起走，不能把全部的调整代价压在任何一种手段上。最关键的是，绝对不能让美联储人为的去强压利率，制造一种虚假的表面改善，那只会摧毁美国货币的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美国如果真的想让债务占 GDP 的比例走上下降的轨道，美国应该做出相当于 GDP 4%的财政调整，形成大约占 GDP 1%的广义盈余。这些数字和达利欧推导的数据基本一致。但关键问题是，美国社会是否有意志力来做到这一点？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计，2026年财政年度的联邦赤字高达 1.9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5.8%。要想把这个赤字硬生生降到 3%， 就意味着需要对涉及数万亿美元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在美国联邦总支出中，法律上允许政府自由裁量的支出，其实只占总支出的 15%。如果真的要完成万亿美元量级的财政调整，美国政府就必须触碰美国的政治禁区，那就是大规模增加税收，并对社保、医保等社会福利动刀子。目前看，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达利欧的3%三部曲，我们只能把它当做一个理想中的理论来看。聊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美国金融这么危险，看来我得躲开美国和美元投资。我劝你千万别。放眼全球，虽然是美国债市发出的警报，但是它敲响的却不仅仅是美国的警钟，更是全人类的警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发布的预测，目前全球政府的总债务占总全球 GDP 的比例将从2025年的 94%毫无悬念地攀升到2029年的 100%， 这个历史性关口。推动这个债务增长的是世界第1和第2大经济体，也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债市剧烈动荡，只是因为它是全球最透明、最清晰、最容易被看见的一个窗口。它绝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病灶，更不是最严重的一个。在未来几年，中共国的政府债务负担，根据中共自己反复粉饰的数据，都要达到 GDP 的 127%， 和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相当。而且中国还叠加了人口萎缩、老龄化以及房地产和内需暴跌等多重经济问题。而日本的债务率已经达到了其 GDP 的 204%。欧盟虽然总体债务规模低于美国，但是像意大利、法国这样的核心国家，他们债务比他们 GDP 的 115% 还要高。总之，目前人类的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靠借钱维持基本生存。人类理想的选择是在真实的经济增长、痛苦的税收增加、艰难的削减开支中去主动偿还。如果不愿意承受这明面上的痛苦，那就必定要在恶性的通货膨胀和暴涨的利率中付出隐蔽却同样惨痛的代价。美国债市这一次因为政府干预失效而发出的信号虽然刺耳，但是每一个持有货币和资产的人都应该
去认真听懂这个信号对你意味着什么。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